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部，我最近看的台湾电视剧。那其实呢，我不太看中文的电视剧，不是因为他们不好看，是因为我觉得看电视剧呢有一点浪费时间。那所以以前如果我想看电视剧的话，我就看美剧，因为我觉得在看美剧的时候呢，我自己就不会那么的内疚，因为我在学习英语嘛。现在呢，我会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做一些仅仅是因为开心才去做的事情。那以前呢，我会有非常多的应该不应该，比如说应该要好好学习，应该要运动，应该要对所有人友善，不应该浪费时间，不应该自私，不应该吃垃圾食品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呢，就是像我这样超我特别强的人呢，其实活着比较累。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可能以后我会跟大家聊一聊。今天要讲的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呢，叫《我们与恶的距离》。那它也有英文名字，当然我觉得英文名字的跟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差距。那英文呢就叫The World Between Us。这部电视剧呢其实不是新的，它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播出了，口碑非常的不错。那口碑这个词呢，就是人们对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的评价。那我说他的口碑不错，那意思就是说认识他的人呢都觉得他的人很好，对他的评价很高。那如果我说这部电影的口碑很差，那意思就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呢都觉得不好看，质量不行。这部电视剧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台湾的一家剧院呢发生了一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就是一个枪手他跑到了剧院，然后开枪打死了，并且打伤了好几个人。那无差别杀人，意思呢就是杀人者和被害人他们之间没有仇恨。或者说他们并不认识。那杀人者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随机的挑选了目标，就是被杀的人是谁，对于杀人者来说，没有差别。我们也叫随机杀人事件。那为了之后讲述的方便呢，请大家记一下，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杀人者叫李小明。电视剧讲述的呢是这个事件发生2年后，和这个事件有关的一些人的生活状况，比如说受害者家属，李小明家属，还有李小明的律师等等。那这部电视剧让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不仅讲述了被害者家属的一些伤痛，同时呢，它也给大家展现了杀人犯家庭的一些悲痛。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一定会同情受害者的家庭。那么对于杀人犯的家庭呢，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们会不会像憎恨杀人犯那样憎恨他们呢？在这部电视剧里面呢，导演就给我们展现了李小明的父母、李小明的妹妹，他们在自己的亲人犯下大罪以后的生活境遇。那么可以这么说，他们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不敢生活在阳光下。不敢生活在阳光下呢，意思就是不敢光明正大的生活，不敢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那他们会用报纸把自己家所有的窗户都封起来，
然后出门呢也一定会戴着口罩。李小明的妹妹不得不终止学业，改了姓名才可以找工作，才可以稍微正常一点的生活。李小明的爸爸妈妈曾经呢想要把房子卖掉，补偿给受害人的家庭，但是实在太多人了，就是因为李小明杀死了7个人，作为父母呢，他们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补偿这么多的受害者，所以呢他们就躲起来，只靠卖粽子为生。那大家呢又说他们想要逃避责任，所以在社会上呢对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谴责。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想要补偿的，他们是想要面对的，只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呢，就是在电视剧里面有人问李小明的父母，为什么你的儿子会杀人？李小明的妈妈是这样说的，我也不知道啊，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好的小孩。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每个人其实是既老实又善良的。那李小明的父母呢，可能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李小明的妹妹即使在自己生活不那么好的情况下，也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那李小明自己，他曾经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也许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别人。所以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没有标准答案呢？一个人他犯了罪，我们就定义他是坏人，那可能他之前做过非常非常多的好事。那又或者问问自己，如果一个人他看见犯罪，没有勇气去制止，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这部电视剧讨论的不仅仅是这一些，还包括新闻道德。受害者家属的隐私需要被保护，那罪犯家属的隐私呢？是不是就应该要暴露在公众的审判之下呢？罪犯家庭的一生是不是要因为他们的家人犯了大罪而一直生活在内疚当中？他们有没有权利重新开始，获得公平的待遇呢？当李小明的妹妹被曝光，李小明的家人的住址被曝光，李小明的妹妹对曝光他们的人喊出这样一句话，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一下呢？电视剧里还有一个主要人物呢，就是李小明的律师。这位律师因为杀人犯辩护呢，被别人扔过鸡蛋，自己的家人也被人身威胁过。但是呢，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一直帮助李小明的家庭。他想要找出李小明杀人的原因，杀人的动机，背后的真相。我在想，一个社会如何对待罪犯呢？把他们关起来，或者把他们也杀掉，这样就可以了吗？在电视剧中呢，李小明的律师说，只有找到背后的原因，才有可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那所以呢，在这部电视剧中，其实他也关注了各个群体的一些心理问题啊，各个群体的一些心理状况。那些受过创伤的人，那些有心理障碍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找到这部电视剧去看一下。这部电视剧呢只有10集，一点都不长，而且我保证非常的好看，是一部看了以后呢让人有所思考的电视剧。
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今天的话题呢也有点沉重，加上我早上刚刚起床，就是精神状态也不太好。不过终于录完了，不管怎么样，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